我们小时候，如果小朋友在那边一直吐，然后喉咙很肿，很重啊，很痛，很刺痛。我妈妈会拿很多冰块，然后把它敲碎，然后就给我吃。我小时候就吃，就是我也听过我也听过喉咙痛是吃冰哎。对啊，我遇过一个也是外国型的医生，然后看我女儿那个喉咙肿起来，他说你等下看完医生给她买一支那个冰淇淋。我说啊，她现在发烧，然后喉咙肿，你想吃冰淇淋 OK 吗？他说她现在喉咙很不舒服，你要给她冰镇一下。然后我就立刻带她回家喝热水。你被台化了吗？台北化了吗？台北啊，或台湾话，或者是中南部话，都是统称一个被台化了嘛。对，就是外国人呢，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了台湾，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念书的关系，但是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难免会变得很符合他们的文化。是，不管是穿搭、用词用语，还是生活习惯。像我刚才走进棚的时候，因为我都是走进棚才换上高跟鞋，是，然后我一看就看到哇，他已经被台化了。贾斯汀穿了夹脚拖就来露营了。你现在你知道我 every day 都夹脚拖哎 ，every day 最近都在下雨了，一定要了啦。对啊，一定要了啦。穿什么西装，你要出门去什么通告，一定要搭配拖鞋。所以你今天这一套你有打扮吗？有啊，看不出来吗？这就是打扮过后了吗？就加酒吧，这是加酒的打扮。没有。那你来台北之前你会抖脚吗？我来之前都已经会抖了啦。哦，对，我阿嬷也会抖。你是美国来的吗？对。美国人不是觉得抖脚很不礼貌？没有，是台湾人觉得。所以美国人可以尽情的抖哦。可以，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外婆她很喜欢在阳台嘛，然后会有人家进来进去啊，就走来走去，还一整天在那边。啊，家爸爸也没有讲台语啦，但是就整天在抖脚了。真的假的？对，抖一整天。所以没有什么禁忌，说什么抖脚会怎么样？因为台湾不是说什么男抖穷，女抖贱吗？对。因为我是鼓手，所以抖脚那个拍子会比较在打大鼓啦。对。所以你不是抖脚，你是在打拍子。对。OK， 所以是来自美国的贾斯汀。对，没错。蒋勋是来自。我是来自韩国。江勋来自韩国，来台湾几年？我来台湾11年了。你是因为来读书吗？还是？当初是因为读书，但是我很喜欢周杰伦。我从小开始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的，然后就是我的大学是淡江大学，然后因为周杰伦不是有一个那个电影叫《不能说的秘密》嘛，然后在那个淡江淡水那边拍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去淡江大学，我要变成周杰伦的学弟，结果周杰伦不是淡江大学，但是起码你后来才发现吗？对，后来才发现的，然后起码桂纶镁是我的学姐。因为桂纶镁是淡江大学的，但他目前还没有追到那个周杰伦。你没有看过他本人？还没有看过演唱会。希望他8月份可以看演唱会。那你不是看很多韩国明星吗？韩国明星有看过，但是不是周杰伦。你有看过韩国明？你就是你回韩国的时候有看过韩国明星？没有，我在台湾有做过一些那个相关的一个工作，翻译。对，翻译工作有见过一些艺人。我们认识吗？基本上应该蛮多认识的。权志龙。有做过，有看过本人，但是我不是都是在同一个现场。我真的有看过，你不是台湾的权志龙吗？信义区的。我真的有看过本人的，信义区的。朴叙俊。朴叙俊没有看过，对。所以你也觉得你被台化了？我非常台化，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跟人家讲话的话，就是我现在住在高雄，然后就是那个基本上讲话的话就是讲电话嘛，就基本上呵，谢谢，感谢你好。对，我会说喂，香文杰，立贺，在家霸位什么的，对，基本上台语会穿插，对，这是我最台化的一个点，对。OK， 好，收雅，我是收雅，我是马来西亚来的。马来西亚，哇，对，马来西亚的文化跟台湾会有差很多吗？应该不多，因为我们也是华人嘛，对，然后我们从小就看台湾偶像剧，所以我应该是里面最台湾人的人，就是看讲话也。还是可以调整成马来西亚人啊，只是怕你们听不懂，还是其实你们听得懂？我们想听。OK， 那我现在放松一点。OK， Hello， 大家好，我是索亚，然后我在台湾刚开始是来念书，然后就工作，然后就现在一共8年。什么半年？8年。8年。然后你自己本身有在当 YouTuber 对不对？对。所以你的频道是在介绍什么东西？我是做搞笑生活，然后
最近的系列是炸厨房，就是我不是很会做菜的人，是，可是观众喜欢看我就是乱做一通，对。那你最近心情还好吗？是全台湾的人都知道，全台湾都知道。S 姐可能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了，因为他，他之前就是一个 CP 一起拍 YouTube 很久嘛，我们在这好几年前在活动也遇到你们两位，有见过对。我想贾斯汀应该也不知道什么事吧？我不知道哎，有人知道吗？我都知道，你知道？一半以上都知道。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可以啊，因为就是有公开的消息。那要你讲还是他讲？就是你讲了，还是我讲？你讲好了。你讲了。那严肃一点吧。不用。我们要严肃的马来西亚腔。严肃的嘛，可以带点眼泪吗？因为应该是悲伤的事吧。我可以10秒落泪，可以。好，那最后 ending 哭好不好？拜托，收下。可是我的结局是走出来了，所以我先哭一点，先哭，然后再欢乐微笑哈。好，来。好，就是我的前男友是也是创作者，是。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起4年，就是最近就是他就自首说他跟我们分手了，然后就对外公布说他其实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有就是，然后我们是就是他是劈我腿分的手，所以你就越想越觉得自己很卑微，就很心疼那时候的自己，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可是对耶，我要哭，我是觉得这就出来了，没办法，对不起。太久了啦。我也期待10秒落泪。你不是该狠狠的说你可以7秒吗？10秒，太开心了，10秒吧。10秒吗？还是我现在不吵你，然后你让你10秒。还是你们先访问下一位？没有，我们不吵你，我不吵你。好，黑土吗？对，你是哪里人？法国。法国人应该很难被人影响吧？我觉得我的口音跟我的态度还是很法国啦，可是我讲话很台湾。你来台湾多久了？ 5年了。你是为了工作来台湾吗？我是交换学生，那时候是交换学生，在台大。哇，台大啊！你这种长相走在巴黎的街头，大家会不会一直觉得说哇，好美好美？有吗？那应该很漂亮吧？很漂亮啊，很漂亮。所以你走在台湾的街头，大家会怎么样？偷偷拍照吗？会偷拍吗？不会偷拍。会不会说阿多啊？会。阿多啊，你们都知道。对，都会直接瞪他。你们会觉得很被冒犯这句话？还好我觉得老外其实就是台语你在讲外国人。对，老外比较不喜欢。老外比较不喜欢。对，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就觉得很难听。你会有一个老人家叫你老外，我想我比你还年轻。你是在意老这个字？老这个字。那你就不懂老这个。像老，我很喜欢说老娘今天就想抽烟怎么样？对，但我也不是，他也不老，对啊，这个态度，对，不是，收养你还没那个感觉，这你态度不对喽。但我以前一个同事，他一直叫我老外，不管我跟他讲我的名字多少次，他坚持老外，那有点没礼貌，那他有一点胖，我开始叫他小胖，他立马改了，不再叫我老外了。就叫你贾斯汀，对，贾斯汀，因为他知道那种感觉了，对，不舒服啦。好 ，Ellery， 你是哪里人？我是美国人，也是美国人。是美国人，来台湾多久了？12年了。12年。你当时会想要来台湾是为什么？我是在美国学中文，高中的时候，然后大学的时候我是中文系，然后大学毕业就想有一个体验，住在国外一两年，本来是1-2年，然后就太喜欢在台湾的生活，我就留下来。哦，那你在台湾是以什么为生，做的职业？我是老师，我教外国人，有教过外国人中文，然后也教台湾人英文。对。哇哦！我最喜欢的 gay bar 是哪一间？我也是表演者，然后就是在接不同的工作，对。所以你的表演是什么？我有当变装皇后8年了。你看，我刚刚想问你说你是 drag queen 对不对？对啊，也有。可是现在比较少在接啦，就是因为很累嘛。因为要那整个打扮要很隆重。对。可那个好赚吗？不好赚啊，就是其实你一直在花钱。对啊，买那些东西，对，然后一直买新的东西，然后大家想看到新的假发、新的衣服，所以其实蛮累的。就是这个真的变装真的不简单。那你现在还会想要去 gay bar 玩吗？还是你已经有？就是我自己去看 show 就好。然后我觉得1年有2-3场表演就够了。Ellery，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台湾跟美国接受同志的那个文化哪一个比较好？友善？不一样，因为台湾是有传统的文化，也会影响人家，就是让人
比较保守，美国是基督徒，是蛮反对同志的，更严重。对，可是我觉得在台湾你可以。就是走在路上，你会觉得安全，可以牵手，可以当一个变装皇后，也没有人，大家都会觉得很有趣，没有人会说哦你怎么样，或者是攻击你。其实，在台湾很安全，可是在美国就是真的不一定。真的会有人攻击你吗？言语攻击？你到纽约、芝加哥某一些地区，你可能要很小心哦。就是真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真的有仇恨的事件会发生，但在台湾基本上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台湾人非常少。很爱 gay 或是 T 或什么的，就是我们普遍都是很接受这样的文化。算是遇过是不是？没有，我的高中同学他出柜的时候，因为我算是美国南部，他是北方，我是南方嘛，然后文化很不一样，然后我住的地方是比较基督教比较多嘛，比较严谨的，然后我朋友他一出柜。他家人的话，我记得他爸爸是拿圣经丢他，圣经丢他，对，然后是想要驱邪的感觉吗？就之类的，然后就是我们那边的，真的蛮台的之类的，之类的，这个台湾想不出话的会用的字，就之类的啦。然后很台，这个很台。反正我们那时候的概念是，你要出柜，你就一定要去加州，对，加州是才会被接受了，对。但台湾很开放啊，台湾很开放，对。好，那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那个牌子，对，就是讲你们到底有被多台化？台化的行为，我觉得一个是，比如说鱿鱼丝、无鱼子超好吃，爸爸不能接受。我跟你讲，这是我今年回去美国是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回去，我想说我要带台湾的伴手礼回去给我家人吃，然后我就知道我爸爸很爱吃海鲜。他一直讲说他多爱吃海鲜，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那我就带台湾的那种烟熏鱿鱼丝啊，可以带上飞机的，没错，还有五玉子啊这些东西都超好吃，配酒真的是很搭，配酒高粱撒上去，火把，哦对，哇，你还会用火把？一定要啦，那个外面的内膜了，对，内膜要先烧起来稍微一点点的，然后配个你吃的很专业啊，或者是苹果这样，就是超好吃，好台哦，我还不会配苹果，我是直接拿起来自己一片咬啊，也可以啊，我买的那个是有高粱味道的。然后我带回去，我手机还没有准备拍，我爸爸喝酒醉，他在后面把一片拿出来要吃，我一眼看到他放在嘴巴里面，他脸就绿了，他说这个过期了吧？这个是什么样啊？没有新鲜最新的，他以为坏掉了。乌鱼子吗？乌鱼子。台湾的鱼腥味，他们没办法接受。然后我这一次我叫他们说，那你带我去吃美国的海鲜，超级无聊。你刚说超级无聊，应该就是什么大龙虾啊之类的吧？对，那如果不是水煮就是炸的，就没了，拜拜。炸鱼薯条。对，它主要的味道就是靠酱料，没有什么特色。啊，你们至少是有这个对，有鱼腥味啦，对，我很懂吃哦，很难过了。中文用久了，对，那我现在我回去美国的时候，我反而很多字是讲不出来。比如说我上一次回去，我记得我爸爸给我听一个最近流行的一个美国乡村音乐歌手，然后他唱歌，我觉得他很有那个乡村的味道，然后我就看我爸爸，他爸爸说你觉得怎么样？说You got that country queen. Country what? Country queen 啊，会靠 country queen 啦。我把它讲成 country queen。You got that country queen。但其实应该是怎么讲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就那个味道。佩奇知道，佩奇。Vibes got the feel and the vibe。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啊？真的我也上了一个全程讲英文的在介绍牛肉面，然后那个人家问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啊？然后我说，this is very good，very good。Q 弹，Q 弹没错啊，形容牛肉。Q 我还要问他 Q 弹怎么讲？对 ，Adante，我本来不知道这个。Q 弹是 Adante， 英文是 Adante， 好像是意大利文的，但是
然后已经，所以你们都已经无法用英文跟别人正常交谈吗？都没办法，没有那么严重吧？而且我现在台话到我现在中文开始出问题。怎么会这样？好，因为我考过阿美族语鉴证，考过客家鉴证，你会讲客家话？哪会够你？好特别哦。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出外景的时候，我的文法会，比如说有时候会照着阿美族的文法，比如说你会放在后面，说，哎，你去哪里你啊？哎，要去哪里你啊？啊，在干嘛你呀？到底呀？到底。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出外景，然后要去介绍这个麻油，麻油就是 sesame oil 麻油，对不对？然后因为以前做一个外景，然后听到台语的麻油，然后也听到马油，然后有听到中文的麻油，然后要介绍的时候，哎，大哥，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做这个麻油，转不过来，sesame oil， 最后变英文，最后变英文了，就是这都我搞乱了。那你现在讲最顺的是哪一个？还是中语言？语言吗？哪一个最顺？中文还是中文吗？中文，因为我工作全程是用中文。还有一次，我跟王仁甫出台湾 Plus 的一个外景，然后全程也是讲英文，然后介绍红茶。然后介绍红茶的时候，我可以讲说啊，这个很润啊，就很这个好香气很浓啊，超好，这反正就可以形容。超好的，就可以讲一大堆的成语也都讲出来。他说，那你现在用英文了？我说good。哎，那你这样回美国，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智商变低啊？会。真的会吗？你爸妈会不会生气说你跟我好好讲话哦？没有，我现在回美国，他们就会说，哎，你要不我带你吃麻辣火锅，我有帮你订你喜欢的那个菜哦。你们只有这个话题可以讲，是不是？差不多了。因为这真的很怪，这就跟那种有一些人去美国什么1-2年，然后回来这样，那个就是 like 我忘记那个中文，然后你才去1-2年，怎么会忘记？因为不可思议。对，我这些都是用中文来体验到了。那你要我回去用英文来讲，我讲不出来。这些单字我也专门去学习中文的单字。所以你说你待了多久？15年。真的19岁来，这个够久。那 Ellery 你待的是几年？12年。可是你现在的英文程度是好的，我的英文没有问题，因为我很爱看书，然后也是很爱听很多英文主播原文书是不是？英文原文书。对啊，所以我也喜欢写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这方面我 OK。所以你要不要给他一些建议？英文、中文都很强哦。你要不要给他一些建议，就是说多读书了？哈，什么东西？我读的书很多哎，就是不是英文的啦。将军，我的话就是我住台湾习惯了之后，因为韩国人很喜欢喝酒，对，所以是。因为韩国喝酒的规矩超级多，比如说我跟长辈一起喝酒，要这样对不对？对，一定要下面嘛。对，一定要下面，然后一定要2只手，然后一定要转头嘛，对，遮住或者是两只手，然后转头，然后只要看到长辈没有酒，我一定要帮他倒酒，不能让长辈自己倒酒。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麻烦的。我在韩国的时候其实蛮习惯的，但我来台湾反而不习惯。我一直帮长辈倒酒，他觉得有点不习惯。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局里面有好几个不同年纪的人，永远都是最小的那个人要帮上面的人倒吗？一定的。所以如果说今天有这个局里面有比你年纪再小一点2个月的，那我就不用倒酒了。那我就很爽啊。可是你还要调查每个人的生日。说你几月生？6月，那你输我。所以这个也是跟韩国跟台湾有一点不一样的文化，是说，因为韩国的话，一定要我见到你，我一定要问他的年纪是多少。这不是冒犯他，因为我要尊重你，比如说比我年纪大，对。那如果在台湾的话，我这样问反而被骂，你问我年纪干嘛？干你屁事！对啊，然后干你屁事，然后就台湾也不能叫姐，比如说真的比我大，就姐就是这个单字我不能叫她姐或者是阿姨什么的。姐可以，但阿姨不要。对，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也是这样，哎，阿姨那个给我一碗什么面线，阿姨说你叫我阿姨。那我以为就觉得，我叫错了吗？你是阿姨，我叫你阿姨啊。你现在几岁啊？我现在29岁。那几岁对你来说算是阿姨吗？45以上，但主要是看为什么是5？为什么是5？我就40有点就离我太近，但45刚好是个，就是我就合理可以叫她阿姨。你是她阿姨吗？那重点真的笑不出来。Hello。
大家好，我是采薇。各位追求流行时尚的水水们，你们知道现在最新的保养方式是什么吗？我跟你们说，不用做医美，也不用买任何护肤的疗程，而是运用最新科技的这个疗程式面膜，而且它还是一款会回应你的面膜哦。什么意思啊？你们有听过外泌体是什么吗？没有身为时尚流行的保养达人，你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这一款新上颜的仿生光肽面膜。外泌体是这款面膜非常重要的成分，那它可以快速穿透到肌肤底层，对抗肌肤老化、亮颜、淡化细纹。你缺什么，它就会回应你，帮你补什么，用最短的时间看见效果，根本就是未来黑科技呀！那它还独创了一个5D 的专利哦。那这个5D 指的就是5天。第1天你可以使用它的面膜，后面4天你就使用它的精华液，它可以帮助延续你这个修护的功效。只要6片面膜就可以完成1个月的护肤疗程。那再来呢，它的面膜还有精华液一点都不黏腻，可以快速的吸收，是不是很厉害？赶快跟我一起轻松自信美吧！优惠购买链接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所以对你来说算是阿姨吗？45以上，但主要是看为什么是5？为什么是5？我就40有点就离我太近，但45刚好是个，就是我就合理可以叫她阿姨。你是他阿姨吗？那重点真的笑不出来。不是重点是要看她的长相嘛，比如说，看起来不像45岁，刚刚在后面一直说他是小 S， 我从来没有，他很开心今天来到这边。你发自内心的叫我一声，你自己觉得你应该怎么称呼我？当然是 S 姐啊，怎么可能是阿姨啊？对啊，我像阿姨吗？其实真的很不像。其实用加其实。其实听起来在解释，其实你就说真的很不像，好不好？就是发自内心真的很不像。对，你在其实干嘛？没有，不好意思，这样29岁也不小，压力超大。中文。对，所以我在韩国的时候就是一直帮那个长辈倒酒嘛，但是我觉得台湾就是自己倒自己的酒，比如说去热炒店，我们自己去那个冰箱自己拿自己的酒，然后自己倒酒，多方便啊。但我反而也没有管辈分的问题，完全不用管。而且在台湾，不管是你是几岁，我可以跟你当朋友，跟你可以一起喝酒，我超好的。然后就反正现在不习惯去韩国跟长辈喝酒，我就不想帮他倒酒啊。而且还一直遮很烦呢，一直转来转去，我都晕了啦。因为一直喝酒已经晕了，还要转来转去什么的，然后所以反正不习惯。然后之前我就带一个那个台湾的朋友去韩国玩，但是不小心我喝醉了。然后那时候就在路上一直叫计程车，然后那个 Uber 司机我直接倒了，我倒到就是完全没办法起来的那种。还好我有我老婆，然后就是我老婆一直在帮我拦计程车，结果计程车司机看到我这样失态，他直接走了。还好很好心的那个路上的韩国就年轻人帮我叫警察车。可以哦。哇，这个过程太快了吧！来了，准备了。하나 둘 셋. 오케이. 你还可以坐轮椅哦。哇！所以是韩国的警察扛你的吗？对，韩国2位很帅的警察，都虽然我没有什么记忆，但是我看了影片就是有记忆了。那样要付钱还是什么的吗？不用，还是你会被登记吗？还是要写一些资料了。对，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对，你后面还有什么回韩国？渐渐不打扮了。对，其实真的，我刚来台湾的时候19岁，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来台湾的读大学嘛，然后第一次见到班上的同学，就觉得韩国一定是很像那个派帅哥哥一样，穿得这么帅，然后紫色华丽的那一种，然后一定要买个潮牌这样穿着走。对，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穿的比较正式一点，好看一点，就在韩国是普通的。那我走进去那个大学的那个路上就觉得奇怪，不对啊，像这种人超多，他加多，台湾大学不会有豹纹衬衫，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但是一定是 T 恤、牛仔裤，牛仔裤，然后夹脚拖超多，然后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那个是路人呐，应该不是学生吧。然后我就进去班上，基本上全部都是这样的穿着，然后反而大家觉得我很奇怪啊。你上个学你穿这么正式干嘛？你今天是不是晚上要去夜店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在韩国是这样穿才是正常的。然后后来慢慢就是渐渐变成是这样了。你现在还算是有打扮呐？对，因为我觉得台湾太热，
我那时候都是夏天都穿那个长袖的，因为为了好看嘛，就穿一个那个长袖衬衫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好热好热，但那时候是忍住的。因为我要就是帅嘛，对，韩国都是这样的。韩国那如果在韩国大学有贾斯汀这样穿搭的人走在校园，他会怎么样？搞不好变红搞不好变很红啊。真假的？对啊。所以你觉得他很时髦是不是？没有，我没有说时髦，只是很容易变 IG 网红那种怪怪的美国人。这个好好笑哦，怪怪的美国人。他来到台湾开始乱穿，对不对？对啊，我乱穿。如果我穿这样回去美国。而我上一次就是穿类似的回去美国，也是豹纹系的，在台湾穿的类似的。我回去的，我看到一个黑人，他说：“哇，你们是加州来的哦。”我说：“他什么意思？哦，你们好时尚哦。”我说：“哇，时尚。时尚。我问你，你的家乡到底怎么穿？就牛仔靴，裤子、毛 T 就差不多了。所以你讲完了吗？我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最严重的，对，就是公筷文化。因为基本上韩国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韩国的话基本上不会有公筷、公汤匙什么的。对。但是我来台湾发现，就是台湾是用公筷嘛，我后来才发现这是非常好的文化。其实刚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有点不太习惯，好像跟朋友吃饭，然后比如说点一个汤，韩国的话就直接直接喝了，直接就是把我的汤匙放进去，然后朋友的汤匙放进去一起喝，不会就是拿分碗。然后你倒你的，我倒我的。你说一整个，然后大家要喝就站起来。对啊。吃火锅就是这样啊，吃火锅就是直接全部。那个部队锅就直接大家这样喝。对，直接这样喝。然后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喝嘛。那台湾的朋友就觉得我好像很没有卫生的感觉。哎，你怎么会这样啊？但反而我觉得你跟我好像很不熟的感觉。对啊，我跟你是朋友哎，那你要介意这个干嘛？我的口水就是。那你接受我的病啊？对，接受我的病嘛。确实是在疫情之后就是这样觉得了。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发现，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每个人吃饭的习惯都不一样。那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的汤匙，他不是这样喝的，他是放进去嘴巴里面。含出来 ，Oh my god！ 再出来，然后又放进去那个汤里面的时候，就觉悟到啊，这个有点错了。我反而是喜欢公筷、公汤匙的文化，所以我现在反而回去韩国的时候跟家人吃饭，比如说韩国人很喜欢喝汤嘛，对，所以我就跟妈妈说，这个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碗，我们不能就是全部的汤匙全部放进去，因为这是为了我们大家。所以碗变得很多，你知道吗？所以妈妈有没有生气？因为妈妈洗碗吧。对啊，妈妈说，因为不是你洗碗，然后你拿一堆碗，然后一堆筷子、一堆汤匙什么的，然后但是没办法，就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啊。有可能我有病毒，那我怕我传染给你，我也很怕你传染给我。你这样讲，你爸妈应该更火大吧？对啊，对，刚开始很火大，但是后来他们了解之后，就是这是对的。所以反而现在他们也是这样用的。对，好特别，超级特别。我觉得公筷文化在台湾真的是太棒了。好，收雅呢？好，那我被台化的呢，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共感，就是台湾人讲话很迂回，就是要绕个圈才讲到他讲到的有吗？那个目的。台湾人很直接，我们有什么都可以讲，好不好？我们很多外国朋友得罪台湾人，是因为太直接跟台湾人才直接，我们都会问说你做什么工作，你薪水多少。可是这些东西是因为大家都有薪水，大家都有房租，所以可以谈这些东西。可是像我直接问你做一种比较，我以为直接问你说你最喜欢哪一家 gay bar。可是这个不是个人问题，这个是就是你对某一件不重要的事情。我举例子，就是像我的房东，他就要跟我说，我那时候退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有个地方很脏，要清干净。这很直接嘛，他就说。就基本上有些比较脏污的一些部分，希望你可以做一个清洁的动作，清洁的动作，他就是加了基本上，就是一些很废的词，对，而且他会拖很久，就是基本上这个脏污的部分可以就是做一些清洁的动作。你如果去看新闻台，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对，第一句话一定是基本上，理论上，基本上，对，其实可以拿掉，对不对？可以拿掉，但是废话。对，但是我自己被同化了，就尤其是没关系，就问你要不要，没关系。所以我的马来西亚同学都会问我，对你是要还是不要？对，我们就很常讲没关系，还有先不要，对，先不要。对，什么叫先不要？先不要。所以你朋友就会说，那你等一下要吗？对，他就这样问。我就每次听完，然后都会先说真假。
对，可是根本这是没有意义，对，没有意义，只是在拖时间而已。对，然后还有就是很有礼貌的部分，就你看我讲话有部分了，对我被台化了，部分很有礼貌的部分，就台湾人很有礼貌，你们自己有发现吗？你们很会讲辛苦了，麻烦你，谢谢。然后这个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比较直来直往一点，就不太会，就我们比较 brother 的感觉，就thank you， 就这样就好了，就谢谢，这样就够了。可你们就我之前回去的时候就讲辛苦了，然后就被骂很结巴，就会觉得很做作，辛苦了只会在偶像剧里面出现嘛，就很像在很你收工了，你不会跟大家讲说，辛苦了，就很做作，哪会啊？很你觉得是？那你们过度这个就是文化。对，台湾过度礼貌，你在餐厅，人家服务生过来送你东西，你跟他说谢谢，他会说谢谢。对啊，你谢谢我什么？很好啊。是我要谢谢你，因为你把东西带过来，为什么你谢谢我？他就想谢，不行哦。他又没有骂你3只鸡，你干嘛生气？对啊，你干嘛生气啊？我整餐我在那边吃，我想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他可以谢谢我？我想起一次我去那个试衣服，然后就试了几件出来，然后那个店员就跟我说辛苦了，我就傻眼。这个有点怪，这个有点怪，试了几件衣服而已。辛苦试衣服会有人说辛苦了，有点怪。哪一家？Uniqlo， 就他们很有礼貌，对不对？对，就说辛苦了，试衣辛苦了。那可能是日式的那个他们员工的教学。对，就是蛮吓到的。可是我也遇过真的过度有礼貌的那个理发师，我就是固定会去那边剪头发，然后他是一个那个要上2楼，然后每次他会说在我耳边说，谢谢，我就说谢谢，不用送了。他说感谢，我的恩人。然后因为他只要说谢谢，我就一定要回头，他说礼貌，不用。可是前面就是楼梯了，然后以前我都会冒着生命危险一直说谢谢，好，没关系，我不是恩人，然后一节，然后我就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然后最后大概到第9年的时候，我才敢跟他说。你不要再走出来谢谢我了，因为我可能会摔死。我憋了9年，我才跟他讲太久了，所以这可能是台湾人的一种俗啦。我真的摔下去，会跑下去说辛苦，就是怕不礼貌啦。对，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坐 Uber 或什么计程车，然后明明就是可能里面热到爆啊或什么，然后你想叫他开空调开冷一点都不敢讲这种感觉。对，但是在国外会直接讲吗？对啊，会啊，一定会讲啊，也不会觉得不好。你会直接说，那个很热，对，就会直接讲。你可以很礼貌的问啊，可是很尴尬就是不好意思，你可以没有尴尬的是他帮你开这个冷气，然后对你说谢谢。你很在意这个，你很讨厌别人跟你说谢谢，是不是？发现的 Why？ 谢谢你跟他讲啊，谢谢你跟我讲。对啊，谢谢你来给我消费。贾斯汀，谢谢你今天来上我们节目。谢谢你，开心，还特地穿这么时尚的衣服，辛苦了，谢谢你们，辛苦啊。好，那 Ellery 呢？你感觉都是美国人，可是你好像还维持着美国文化很多，是不是？对啊，我觉得在某一些方面还是有。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还是很像美国人，就是很 social， 就是会直接问很多问题。刚认识的时候就会问很多问题，很想了解你这个人。可是我后来发现，台湾人会觉得这样是咄咄逼人。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么多问题？我有遇到一个外国人，他只问了我一题，我就觉得好想杀他哦。就是他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然后就那个朋友离场，剩下我跟他就说 OK right now，tell me your story。然后我想说什么 story？ 要从哪一件事情开始讲啊？我觉得这样讲有点做作，所以我不会。就没有意义。对，然后就是现在我真的比较像台湾人，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个派对，去生日派对，然后有朋友的朋友，我不一定会过去跟他说。嗨，你好，然后问他很多问题。你怎么认识我们的共同朋友？我就会跟我熟的人在这边聊天，不理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就是我不会逼自己去认识新的朋友。可是你以前会逼自己去 social， 是不是？一定会，因为我们美国人会觉得这样才是礼貌。你如果在一个场合，然后我跟这3个人聊天，我完全不理他，因为我不认识这位，我只认识这3个人，超级不礼貌啊。可是台湾人就是会觉得。可是我跟你不熟啊。台湾人特别爱搞小圈圈的啊。对啊，就是我认识他们啊，所以我当然是跟他们讲话啊。我不认识你啊。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事情，可是我慢慢就是变成这样。我觉得你舒服就 OK 啊。对啊，对啊，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对，那你还有被台化的是什么？我几个月前回美国的时候，
每一间餐厅我都忘记了这件事情，他们会给你冰水，然后满满的冰块，对，然后超级冰，冰到你就觉得喉咙不舒服，所以我跟服务生反映，我就说哦，我要喝室温水或者是温水，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烦啊，我还要帮你拿新的一杯水，然后或者是然后有一次一个服务生问我，他就说为什么？美国人也是会这样子，就是问你一些，就是没有为什么啊，就是我还要解释给你听吗？因为美国都是冰水啊。对，所以他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说我要 warm water， 他就这样。对 warm water， 他就给你一个是他就给你一个煮沸的水，然后一倒我就说，我靠，我很烫。对，我这一次回去，我妈妈问我说要喝什么，然后我舅舅也问我要喝什么，我说水就好了。他们把我当神经病一样，怎么喝水？你怎么喝？不用什么汽水吗？他说要糖太多了，还拿什么 Pepsi Zero？ 我说它还是有糖啊。你们家人是不喝白开水的吗？几乎是不喝。那水是什么时候才会喝？真的是乡下人吃药才喝。吃药，对，吃药，对，跟刷牙。对，差不多。没了。喝水吗？刷牙喝水就没了。好妙哦。这个是因为他的家人很土，不好意思，就是你忍不住了是不是？我像我爸妈他们是城市人，然后我们就是然后呢就是很健康，非常的有，我妈超级养生。因为我就觉得美国人更注重健康才对啊。对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就是完全不喝可乐，不喝酒。只喝水，然后他自己做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讲，蔬菜的那种蔬菜汁。对，蔬菜汁。哇，真的是看城市，像我们上一次非常乡下，是不是？如果比较乡下，比如说你如果去 Colorado， 就每个人都是非常 fit， 然后每天都去爬山健身。然后你如果比如说到 South Illinois， 或是比较往南一点，真的会很爱喝糖的，然后连饮料都是满满的色素。他们的那个都会有 Mountain Dew 一整瓶哦，而且还是超级巨蓝色的，蓝色，他们真的不喝很爱水。然后很甜，对，超级甜，然后还有蓝色、橘色、绿色，有各种不同颜色。我以前的百事可乐喜欢蓝色，很恶心。白色可乐，你说里面是蓝色的吗？对，倒出来是蓝色的。就是它这个年代一看就是蓝色的。然后你看，因为我们都是美国人，我可以这样子呛他的家人。我们刚认识，他会觉得没什么，可是我不会这样子对一个台湾人说，你家人很土。因为我反驳不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聊的那个话题，就是真的要对，就是台湾人会开始想，我们才刚认识，然后你讲话怎么这样？我们又不是好朋友，然后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呛？你觉得台湾人是不是很玻璃心？真的吗？黑土点头不好意思。对，你有遇过很玻璃心的台湾人吗？每个台湾人都很玻璃心，真的，每个台湾人都有玻璃心。对啊，你之前讲的什么？不是每一个人啦，你觉得你不会生气，但台湾人却生气的事情？不是生气，就是会觉得，就像索雅讲的，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到一个重点。那就像人气这件事情，冷气太冷，然后人家会说，你不觉得冷吗？然后我就会说还好。他就会过2分钟说：“你不觉得有点冷吗？我喉咙有点不舒服。”然后嘞，你要我怎样？台湾人很喜欢这样子，会先找共鸣。对，你也会冷哦。要不要去跟他反？那你要我怎样？然后他们就会说：“想要找多一些人，就是关一下冷气嘛，关一下嘛。那你就自己关那遥控器在那，你自己去拿。不是你介意吗？我可以吗？你确定哦？你不会热哦？我就跟你说我 OK， 你去关。他就会觉得你很凶啊，你为什么那么生气？然后就吵架了，就吵架。就觉得没有凶啊，就你去。他们是很顾虑你们的感受啦。对啦。可是我已经很过度，谢谢收呀。是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也是会过度顾虑人家的感受，然后就忘记自己，或是我可能排队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焦虑，后面的人会不会等我等很久？台湾人应该会这样嘛，都这样嘛。会。对，就是到我了，可是我想快点，后面人在等这样。但是可能你们就这是我的时间。对啊，对，是吧？但是亚洲，尤其提前的时候，如果你提太多次，然后后面有人在那边，就是你就会感受到，你会想象他们在这样，对，呼吸声变大。然后你卡出来之后，然后他们以为你转身要走，就你还要再提，他们就这样。然后我就真的背很硬，你知道吗？对。可是外国人应该不会在乎这一切吧？老子就是要把它提到那个天荒地老啊。就你不开心，你就去别地方。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啊，要学习多表达自己的感受。对。好，那看一下黑土你的这个台话的表单是什么？
我这个只要不舒服就喝热水。对，有一点像他说的，我就以前我们法国跟美国，应该欧洲都习惯喝冰的水。日本也是哦，真的哦，反正就是很习惯喝冰水。然后在台湾，就算你不舒服，头痛啊、胃痛啊、月经来了什么，人家会跟你说，哎，你喝一杯热水。不管你得什么病，对，不管你怎么样，你喝对，你宿醉热水，什么都可以。哎，你脚断掉，那喝一点喝热水，这会好一点哦。因为我女儿只要跟我 complain 说，妈妈我怎样怎样，我说喝热水，然后就是去睡觉。她说可是我现在睡不着，我说把灯关掉。现在讲一些很不合理的。不合理啦。对，喝热水到底为什么会好？喝热水真的对身体比较好啦。没有吧？应该没有。对，喝热水到底为什么会好？喝热水真的对身体比较好啦。没有吧？应该没有。应该是心理的。对，真的生病喝热水不会好啊。会也比较舒服啊，体比较不会寒呐。真的啦。它是个集体意识。我觉得可能是台湾的气候，所以才会觉得热水比较适合啊。美国干燥，我们觉得冰水就可以了。冰水我觉得好伤哦。不会啦，我们小时候如果小朋友在那边一直吐，然后喉咙很肿、很重啊，很痛、很刺痛，我妈妈会拿很多冰块，然后把它敲碎，然后就给我吃。我小时候就吃，就是我也听过哎，我也听过喉咙痛是去喝冰吃冰哎。对啊，我遇过一个也是外国型的医生，然后看我女儿那个喉咙肿起来，他说你等下看完医生给她买一支那个冰淇淋。我说哈。他现在发烧，然后喉咙肿，你想吃冰淇淋 OK 吗？他说他现在喉咙很不舒服，你要给他冰镇一下。然后我就立刻带他回家喝热水。你女儿一定超生气。不是，台湾人就是这样，只听自己要听的。不然我怎么可能？医生讲的也不听。生病还吃冰淇淋是有问题哦。哇。好，所以黑土除了喝热水以外的。然后我就我没有讲完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在台湾，这就是跟台湾人不一样的地方哎。我还没讲完。台湾人如果这故事被打断，他就会说哦对，那第二项是，他就会说我还没讲完，还没有讲完，就是要讲完吗？不好意思，你有受伤吗？你要说不好意思，我还没讲完，可以讲。讲。谢谢你。OK， 反正就是觉得喝热水一开始很恶心，可是煮久了会法国，我妈就会一直抱怨说她头很痛啊什么什么，我就会跟她说，那你去喝热水。然后就讲完就会觉得，我好像变台湾人，因为我自己会开始不舒服就会喝热水养生。对，可是我觉得真的好像没什么用。好，来。然后做菜用筷子超级方便，就是这样涮嘛，摔，然后意大利面也是这样翻呐。然后回法国跟我爸煮菜的时候，他就拿一个很长的木头的。很长的木头，就是奇怪的东西，然后我就拿我自己筷子，然后他就看着我把那个意大利面，他说你在干嘛？我就说很方便你拿的，然后他就这样子拿，给我一个一个这样拿，这样翻。我说好，那我自己弄，我自己弄。然后说那你鸡腿也可以用吗？我说可以啊，就抓那个鸡腿。他说哇，怎么那么厉害？他也没办法，他觉得你学到查着，他觉得你学到特技了是不是？筷子真的很方便，很方便啊，就可以随时这样子拿。你可以，我表哥，我上一次回去也给他们一双筷子，他拿筷子拿他的叉子吃饭，这么有才华，拿筷子夹叉子，然后还他说哦谢谢，然后就拿他的叉子，然后就去夹着就吃。反正就是好像我送他也是错的，就是多余的啦，最后还在用叉子。可是他练习上可以用筷子夹，也是蛮厉害的，这很难的。好，最后一个黑土的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擦防晒的习惯，因为我以前法国人，我觉得欧洲女生没有这么爱保养，台湾人真的是超级，台湾男生跟女生不管谁都很爱保养，亚洲人很爱，对。然后住久了，然后跟一些亚洲朋友，常常出门什么的，我就会看到大家都会先擦防晒再出门。可是我们在国外。擦防晒就是要去海边，对，所以我回法国我就开始擦。我妈说你为什么要浪费钱？你就一瓶一瓶这样，每天早上出门擦，下雨你擦干嘛？我就说就可以保养啊，很好，对皮肤很好。她说浪费钱，你不能擦一个什么芦荟什么随便擦一个东西就好了吗？我说没有，你要芦荟，你要什么油？防晒油是防晒油啊，有防晒系数啊。然后她就说下雨你擦干嘛？
你是很有钱的，是有紫外线的。对啊，他不懂啊，对他来说是去海边擦就好了，所以可能1年擦2个月。啊？对。那在台湾那个擦防晒之外，还要这个阳伞。哎，你还带啊？对，因为台湾的真的太阳太大，每天这样。你以前在韩国会撑阳伞吗？韩国不可能男生牵这个走。你在台湾现在会这样子哦？一定要的，真的，为了自己。住高雄一定要，真的。可是高雄太阳很多，这个是一定需要的。女生会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男生这样做，大家都会看你。不是只有男生，真的男生。因为 Landon 的姐姐上个月才刚来，然后 Landon 就已经被很同化了。就是我们出去，然后下大雨嘛，然后就说那你等我，我去帮你撑，我去你那一侧帮你撑。然后后来他姐姐就跟我说，他变好奇怪，我们在美国下雨就下雨就直接进去了，你就直接淋了，不拿伞。美国人好奇怪。如果是短距离的话吗？他们就是赶快跑就进去，他们真的都不撑伞。然后他就说他有注意到最不一样就是他会撑雨伞这件事情。好，所以目前你们觉得被台化是一件好事吗？我觉得很好。对。都没有令你们困扰的地方吗？困扰的地方。那个吧，搭手扶梯的时候，怎样手扶梯？哦，也不是困扰，就是我学会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就不习惯。就是你们就会站右边，然后左边是让路的嘛，回去我就很焦躁，因为全部人都挡在那边，就他们不会有让左右之分。对，回去的时候会觉得困扰。那你可以说不好意思，我要先走吗？对，我会说 excuse me，excuse me。应该说我们回去会有一个 reverse culture shock，一个反过来的文化休克，就是回去我会觉得说啊，你们这边是吃这个，哇，好咸哦，好甜哦，啊，你们吃好重口味了。就这样一直嫌东嫌西啊！台湾的便利商店太方便了，回去完全不习惯。我一定要回台湾，一条街有3家便利商店，Seven Family， 然后 OK 吗 ？Seven 的对面也就是 Seven。然后便利商店里面就是什么服务都有，我们被便利商店团团包围着，真的，而且服务超万能的哎！你们我觉得不叫便利商店，已经超越便利商店了。就是所以你们都打算永远住在台湾吗？只要是隔壁有 Seven 就可以了。我也是。只要有 Seven 就可以永远住在台湾。我没有 Seven 也可以住在这里。可以。所以你们的打算也是要一直定居在这儿吗？不知道，看看。开心就留下来。应该是会住在。看有没有赚钱的。有没有赚？很实际啦。对。那 Peggy 是你就是台湾人。我觉得。对呀。OK，好，那希望你们在台湾住得开心喽。不喜欢的话就 get out。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铃铃铃。